火星4月新番不重逢 MV 现已震撼登陆全平台。我想通过这个视频浅谈一些我在反复观看了这支 MV 之后的小小感受。PS 本视频观点包含本人习惯性神速华晨宇的一揽子过度解读。PPS 本人没读过几本书，如果表述有不合理不专业的地方欢迎指出，也很期待看到有共脑的火星人或者是火星人们其他角度的解读。然后我们就开始吧。我将从歌词与画面的贴合程度和我对 MV 中华晨宇这个存在的理解两个方面展开。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做好了观看一场深刻的自我剖析的心理准备，点开了这个 MV。但开篇的两位陌生演员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即使是不知道故事在讲什么内容，第一遍观看时我也时常感叹，歌词和当下的画面简直是完全贴合的。譬如这句他下落不明的出发，对应剧情台词里的死亡证明，好像一场隐形的烟火，在风平浪静里坍塌，镜头给了妈妈怀里的这一堆安静的遗物和她不知所措的神情，她的世界正在平静地坍塌。又一次下落不明的出发，画面点出了她的下落，房间里的装饰陈列都表明了这个她是在攀岩的过程中丧生。死不得也爱不活，是高尚的命运啊。这里的看我像是照片里的孩子笑着对妈妈在说，看我离我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你会为我感到高兴吗？看我，父亲的情绪和鼓点一起爆发，我没有说告别，也许是他悔恨的心声，自己与孩子的上一面竟是最后一面，但最后一句话是争吵而不是告别。回过神来，我早已与他永不重逢。再一次出发，是这对父母踏上了孩子曾走过的路，寻找他自由的代价。坚持自我的孩子实现了对于他们来说奢侈的愿望，但他也曾被父亲抹杀了童话。又一次看我，镜头从花切到了儿子的照片，像是儿子借花之口对父母喊出的一句看我。这里故事里的儿子和讲故事的华晨宇的形象发生了重叠，这一点我会在第二部分详细展开。接下来这首歌 Bridge 的部分是我觉得画面和歌词结合最为精彩的一段。第三视角的华晨宇看着以故事主角一家为代表的万家灯火，每一个叛逆的笨拙的孩子都有他们好好生活的方式。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别再问了，我坚持我所热爱的，无关对错。若是我必须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那我到底算是什么？没有说告别，眼看他仓皇走在风中。我没有说告别，眼看他我没有说告别。若是能回到当时，我一定会对他说出一句加油。可是当时我没有说。回到现在，我只能眼看他与我永不重逢。说完了歌词，我想来瞎猜一下，华晨宇在这个 MV 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其实我看完第一遍，还在奇怪为什么 MV 只是讲了一个别人的故事。但在我反复拉镜头调看完3遍之后，我想抛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MV 里的华晨宇是一个更为高阶的存在，是一个可以任意穿梭于各个平行世界的观测者，是一个游历宇宙四方的说书人。整个 MV就是这一身份的华晨宇观察并记录下来的故事。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在整支 MV 中，花一直都有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起初看到他背着的吉他，我以为会是乐谱，但这个镜头虽然糊糊的，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本子上记录的只是单纯的文字。这让我想，花的形象应该不只拘泥于歌手、音乐家，而应该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表达者、传达者。另外，这个镜头，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名为《不重逢》的书，这本书很奇怪，略有翻卷的书封让我以为它是儿子的遗物，但我回过头去寻找，并没有在前面儿子的包里或者房间里找到，似乎也并不是父母在路途中购买的。既然找不到直接证据依托，那我就可以大胆瞎猜了。父亲拿书的情节后面，紧接着是第二天一早与花的会面，所以在这个视频里，可以说这本书和华晨宇几乎是同时凭空出现的。也许这暗示了书与花之间的联系，所以我的猜测是，这本书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华晨宇写的。MV 中主角一家的故事，也许早就已经被花看见，并且记录了下来。结合这两点，再看他淡然的神情，似乎这一切他早已看过千百万遍。他是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在观察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他一定有一部分经历是和故事里的这个儿子是重叠的。有几个画面暗示了这点。这里的合照是否有所指，我觉得见仁见智。首先是我在第一部分提到的，这里的看我，镜头从花切到了儿子的照片，相应的这个我也就很自然地将二者的形象联系了起来。其次是这里，无论是画面还是声音，花和那位儿子一同声嘶力竭地喊出了那句质问：若是这样，我算什么？最后是父母看着想象中的儿子在攀岩的画面，紧接着切了花站在山顶的画面。这忽然让我联想到，或许这里的华晨宇就是另一条时间线上活下来并且登上了顶峰的那个儿子，又或许他是千千万万条时间线的总和，他是幸存的最优解，是无数个跌落悬崖的他换来的他。也许他也曾头破血流地想改变某条时间线的结局，但最终都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发出悲鸣的感叹：至高无上的命运啊！若要说还能为人们做些什么，恐怕只剩记录下自己所看见的一切，不断地向宇宙深处传达。所以回到最开始，这个 MV 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吗？也许是吧，但你不得不承认，整支 MV 在哪都能看见华晨宇的影子。